2011年，郭美美开着玛莎拉蒂，拎着爱马仕，顶着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名头，在网络上频繁炫富，彻底火了。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初代网红和炫富鼻祖，她一下子成为风口浪尖的女人。无数网友因她彻底丧失对红十字会的信任，纷纷寻找她嘴里的干爹。后来那位王姓干爹后悔地说，他是我一生的噩梦，而红十字会多次辟谣，却没什么大用。2012年接收社会捐赠约 21.88 亿元，同比减少 23.68%， 少了几个亿。2015年，郭美美因犯开设赌场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结果出狱没2年，大喊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她再次进宫，因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一审获刑2年6个月。在此之前，她曾发视频道歉，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多好，那样我就不会伤害更多的人。郭美美原名郭美玲，1991年出生于湖南益阳。她的父亲身材高大，却游手好闲，曾经因诈骗坐过牢。她的母亲八面玲珑，长期从事洗浴、桑拿经营等事业。她的舅舅曾因贩毒被判刑，从小跟着母亲辗转各地。她的成绩并不好，化妆打扮却很张扬。她喜欢炫耀，喜欢同学们羡慕的眼神，他以此为乐。他的母亲郭登峰对此不以为意，他早已为女儿选好了一条终南捷径。郭登峰常年混迹风月场所，认为女人最好的武器就是美貌，他希望女儿进入娱乐圈这个大染缸。2008年，郭登峰花钱把郭美美送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进修1年，郭美美欣然前往，她梦想着毕业后自己成为明星，金光闪闪地站在舞台中央。然而天不遂人愿，郭美美不出众的外形和不专业的表演，让她成为横店无数个龙套之一。她与朋友合租房子，最惨的时候还得靠母亲郭登峰接济。在此期间，她参加过好乐迪歌唱比赛，当过平面杂志模特，为北京百事熬源做过形象代言等等。她一次次尝试飞上枝头，却还是那只其貌不扬的小麻雀，因此她开始疯狂整容，期待有一天奇迹会降临到他的头上。而郭登峰望女成凤无望，又开始做起了自己的老本行。那个年代的洗浴中心不少带有灰色属性，郭登峰如鱼得水，满面春风，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没人知道郭美美什么时候走上钱色交易这条路的，或许是自己爱慕虚荣，或许是母亲郭登峰推波助澜。总之，她再次出现在大众面前时，已是被干爹包养的炫富女。2010年8月，深圳富豪王军闲极无聊，让朋友给自己安排个女孩玩玩。朋友介绍了郭美美，王军看到整容后的郭美美照片，点点头答应了下来。通过中间人的牵线搭桥，郭美美从北京飞往深圳，而王军早已开好酒店。事后，王军交了3万元学费，并留下了联系方式。在之后，两人频繁往来，王军一掷千金，很快就升级成了郭美美的干爹。最夸张的一次是郭美美18岁生日那年，王军受不了郭美美的软磨硬泡，豪掷240万买了辆玛莎拉蒂作为生日礼物。自此，在同龄人还在学校里努力读书时，郭美美则因傍上了大款，过上了豪车相伴的奢靡生活。王军在日后接受采访道，他知道我有老婆孩子，图的就是我的钱，我看上的是他的年轻，我们各有所图而已。2011年，郭美美照例去找王军，刚好王军的朋友来找他办事儿，郭美美在旁边作陪。原来王军的这个朋友叫做翁涛，翁涛自己名下有一个名叫中红博爱的公司，跟中国商业红十字会有合作。王军刚好投资500万，参了10%的股份。翁涛来找他是为了商量招人装修的事情。郭美美在一旁听到了，就拉着王军的肩膀撒娇，嚷嚷着要当总经理。王军开玩笑宠溺道，你做什么都行。然而这时的王军大概怎么也想不到，因为这次无心之言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他也将吃下自己酿造的苦果。2011年6月，郭美美在微博上以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虚假身份炫富而备受关注。她在微博上多次发布其豪宅、名车、名包等照片，引发舆论对于红十字会捐款去向问题的讨论与猜测。后经郭美美本人在微博中证实，其并非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
而是就职于与前者合作的另一个名称相近的公司。红十字会总会也发表公开声明表示，在网络炫耀奢华生活方式引发网友热议的郭美美与红十字会无关。虽事实如此，但红十字会公信力严重受挫，拖累筹款数额暴跌。2011年6月22号上午，郭美美的实名认证被新浪微博取消，闹剧也以郭美美微博致歉结束。郭美美面对汹涌而来的质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为她突然发现，她彻底火了。是的，生活就是如此搞笑。之前努力拍戏没火，参加比赛没火，瞎取了个名头反而火了。事件发酵1个月多后，郭美美母女接受郎咸平采访，郎咸平问起坊间传闻的包养传闻，郭美美急忙加以否认，称王军只是干爹，并且说道：“我爸爸干爸他们都很疼我。”在郎咸平问到巨额财富从何而来时，郭登峰成竹在胸道：“我们主要靠炒股发家。”后来郭登峰还开通了微博，被不少人捧为股神。没过多久，这个说法就被人打假，又有人扒出王军和郭美美的真正关系。郭美美名声臭大街，网友们开始口诛笔伐，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也为了女儿的娱乐圈前途，郭登峰再次站了出来，爆出一个惊天大料：郭美美其实是王军的亲生女儿。郭登峰接受采访时说，那个时候因为偶然的原因认识了王军，他当时风流倜傥，自己就被迷住了。他也很喜欢自己，但是由于他父母的反对，所以最后2个人还是分开了。分开后没多久，郭登峰就发现自己怀孕了，为了生下美美，后来也就随便找了一个人匆忙结了婚。一个谎言撒完，接着是另一个谎言。郭登峰如此，郭美美也是如此。后来也不知是对郭美美嘴里的干爹们有意见，还是对郭登峰如此不要脸的行为感到羞耻，亦或是因郭美美的虚荣心身败名裂，王军与郭美美母女2人断绝了往来。再后来，王军接受采访，痛心疾首地说道：“郭美美是自己一生的噩梦。”彻底火起来的郭美美，在往后的日子里成立了工作室，推出了自己的首张网络单曲。她到处接商演，参加活动，不仅参演《海天盛宴》《激浪青春》《美丽会说话》等电视剧，还有投资商为郭美美量身定制网络电影《我叫郭美美》。但相比于到处商演赚钱，习惯走捷径的她，还是喜欢更快的赚钱办法。郭美美被抓后，曾交代自己签约了南方某演艺公司，每年有不少于50次的商演，每次5万元。结果警方核查，发现商演还不到20场，其他的都是性交易，并且随着名气大增，他的身价也是水涨船高，从几万元飙升到了几十万元。郭美美的女助理曾经爆料，她私生活很乱，比较喜欢外籍男子，中国男子就专找有钱的。后来郭美美果然找了一个外籍康姓男朋友，这位外籍友人是一名职业德州扑克赌徒，特别爱赌会赌。他知道郭美美有各种露水关系，就撺掇郭美美跟他一起开设地下赌场。郭美美第一次小试牛刀，由男朋友做东，她负责邀请之前的各位恩客上门，轻轻松松就赚了7万多。看见有利可图，她干脆自己当家做主，不仅搞起了线下赌场，还注册网站，在世界杯赌球中分一波羹。就这样，郭美美一手商演，一手赌场，赚了个盆满钵满，实现了自己变有钱的愿望。只不过好景不长，郭美美本人格局不够，被人举报锒铛入狱。举报她的人正是她的恩客之一，这位恩客姓朱，与郭美美仅有一面之缘，于凌晨1点被郭美美邀请到牌局，结果当天手气不好，2个小时就输了40万，这些钱还都是郭美美当场借的。为了逼她还钱，郭美美等人多次追债和威胁要去她单位闹，她觉得自己被郭美美下了套，气不过就报警了。这下好了，警方一查一个准，郭美美因开设赌场罪被判了5年。在此之前，郭美美早就跟外国男友翻脸。郭美美控诉自己养了一个白眼狼，外国男友则控诉她滥交还骗投资人钱。2019年7月，郭美美出狱。这5年间，她虽不在江湖，但江湖依旧流传着她的传说。2019年12月16号，经过精心准备，郭美美发布了一则视频。视频中的她一改往日性感形象，白色毛衣，黑发披肩，充满了知性温柔的气息。她声泪俱下地发出忏悔，向大众道歉，希望大家可以再给她一次机会。之后，她马不停蹄开网店、拍视频、做直播带货，
混得风生水起。她交新男友，买豪车，给妈妈买几百万的房子，仿佛洗心革面。资本看见了她的流量，他看见了资本的力量，围观群众则只能看到虚假的人设。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当不少人以为他改邪归正，重新开始时，郭美美又被抓了进去。这次他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销售罪。如今一审判决结果出来，他又被判了2年0.6个月。彭红菊，一个靠拐卖为生的女人，在拐卖了几十名妇女儿童之后，踏上了逃亡之路。也许是罪孽深重，也许是上天开眼，这个让别人家破人亡的人贩子，最后也被别人拐卖，在偏远山区受尽折磨11年后，最终被警察抓到。死刑是对他的惩罚，也是给他的解脱。彭红菊1970年出生在重庆荣昌的一个贫穷的小山村里面，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老农民，家里条件很差。小时候的他都没有吃过几顿饱饭，因为家里条件差，负担不起孩子的读书费用。小学没读几年的彭红菊就辍学了，他只能勉强认识几个字，会算算账。就这样的他在村里也算是文化人，小有名气，十里八乡很多人都争着抢着想让他当儿媳妇。1989年，19岁的彭红菊被父母嫁给了一个邻村人，都是大山深处的人家，她的婆家条件也不好，依靠种地维持生计。幸运的是，彭红菊和丈夫的感情不错。彭红菊在婚后1年就生下了一个女儿，看着幼小的女儿，夫妻2人非常开心。开心之余，一个棘手的问题来了，拿什么给女儿更好的生活？丈夫每个月那点微薄的收入根本就不够用，养活他们夫妻2人都勉强，他们必须得找到一个赚很多钱的途径才可以。此时彭红菊想到了和丈夫同村的5户人家，原本和他们家经济条件差不多，但在这几年间，这5户人家都发财了，过上了好生活。至于生财之道便是拐卖儿童，这在村里也不是什么秘密。这些人拐卖一个儿童可以拿到好几千元，这可是巨额收入。彭红菊眼红了，她也想参与其中。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丈夫，丈夫一直以来以彭红菊马首是瞻，同时他也羡慕那几户有钱的人家，觉得他们轻轻松松就能赚到很多钱。他立马就同意了彭红菊的想法，跑去跟村里的那几户人家里商量他们夫妻2人要加入的事情。村里那几户人家得知他们夫妻2人要加入之后非常开心，刚好他们想要扩大团队，而彭红菊有文化又会说话，对他们肯定有帮助，便同意了让夫妻2人加入的事情。彭红菊夫妇开始了他们的犯罪生涯。在他们的团队里，彭红菊负责北方片区，把北方的孩子骗来，她的丈夫则负责联系买家卖孩子，两人合作得很好，很快2人就赚了不少钱，过上了好日子，这让彭红菊很开心。1992年的一天，彭红菊很久都没有得手了，她便想要拐一个家附近的孩子。他们的团队原本是有明确的规定，一定不能拐卖周围的孩子，这样很容易被警察发现。彭红菊抱着侥幸的心态，但她很快就被警方发现了，他们整个团伙被盯住了。警方经过调查发现，彭红菊团伙并不是只拐卖了一个儿童，从1986到1992年6年的时间里，他们的团伙一共贩卖了85名妇女儿童。这85个人中有10个儿童因为年龄小，抵抗力差，在拐卖过程中身体出现了问题，他们便把孩子残忍地抛弃了。被抛弃的孩子结果可想而知，10条无辜的小生命就这样没有了。据警方调查显示，彭红菊亲自参与拐卖了17个儿童，罪证确凿，公安机关便组织全部力量对这个犯罪团伙进行抓捕。公安机关抓到了这个团伙中的44个人，其中就有彭红菊的丈夫。这44个人都被判处了不同的处罚，彭红菊的丈夫以及其他几个主犯都被判处了死刑。1992年8月的一天，那时彭红菊正从河南拐卖婴儿回到重庆，她刚一下火车，前来接应她的同伙就告诉她，你的丈夫被抓啊，现在风声很紧。彭红菊一听大惊，然后如惊弓之鸟，连忙向外逃窜，开始了她的逃亡之路。起初她漫无目的地逃往了北方，一路上担惊受怕，特别害怕看到警察，而后找到一些熟人，又在河南待过一段时间。彭红菊想到公安部已对自己下了全国通缉令，所以自己曾经活动过的地方都不是久留之地，就逃到了包头。后来他看到自己周围突然来了几个四川人，还是老家的口音时，害怕是警方来抓他的，所以慌忙收起衣服开始新的逃亡。因为仓皇出逃，
彭红菊身上并没有带很多现金，更不敢去银行取钱。为了生计，他只能去不用登记身份证的小厂打黑工。工厂老板也不是善茬，暗中观察彭红菊，发现他根本不提及自己家乡和个人信息，便以来历不明为由克扣他工资，只给他1日3餐解决温饱。彭红菊虽心有不甘，但警察在外面布下天罗地网，他只能忍受黑心老板的盘剥。不久，厂里来了个年轻人，看彭红菊生活困难，就经常照顾他。逃亡路上本来就孤单，如今有个年轻小伙帮助自己，彭红菊慢慢放下戒心，两人渐渐熟悉了起来。途中，彭红菊与一个小伙子相谈甚欢，并由此放松了警惕。当小伙子听说他无家可归后，便说可以带他去自己的一个亲戚家里暂住几天。就这样，彭红菊跟着小伙子到了山西的河曲县。让他万万没想的是，自己拐卖了那么多人，到头来反而被一个人贩子小伙子以3500块的价格卖到河曲县前川乡夺印村，卖给了比他大10岁的光棍老汉赵荣秀做老婆。赵荣秀靠给别人放羊为生，他的家就是一个10几平方米的窑洞，里面啥都没有。赵家亲戚为防备彭红菊逃跑，将他身上的钱搜得干干净净，并随时派人看守他，还将门窗关得死死的。一次，彭红菊试图逃跑却失败了，换来的就是男人们的一顿拳脚，人贩子反倒被人给卖了。不知此时的彭红菊作何感想？当然，此时的她没有心情发表感想，只想找个机会逃走。可每次逃跑都面临丈夫及其家人的一顿毒打。不到1个月，彭红菊被硬生生打成脑血栓，失去自由，沦为性奴的彭红菊在闭塞落后贫穷的小山村里一待就是11年。恶劣的生活环境和残酷的肉体折磨让彭红菊患上了脑血栓和胆结石，后来还因脑溢血导致身体残疾，最后连自理能力都没有。等民警把她解救出来的时候，39岁的彭红菊看起来更像一个面容枯槁的老妇。11年的囚禁生活远比监狱的伤害更大。就这样，她在那里生活了11年。这11年里，她只洗了3次澡，每年只能在过年时才能吃上一顿肉。11年来，彭红菊把被拐之人的苦全受了一遍，把她嫁给别人的痛苦全部返了回来，这就是报应吧。2003年6月，正在深圳追逃罪犯的何勇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说：“你是何队长吗？我有彭红菊的线索，你要吗？”何勇的心猛地一跳，他赶紧回答：“我是何勇，我要线索，肯定要，请慢慢说。”打电话的人告诉何勇，彭红菊以化名黄世英，现在生活在山西河曲县前川乡夺印村，嫁给了村里一个姓赵的放羊的老头做老婆。打电话的人还告诉何勇，他现在还不清楚具体情况，摸清情况后立即汇报。2004年的1月27号，几个月前的神秘电话又打来，向何勇提供了详细的线索。在得到确凿情报后，何勇带着民警连夜赶往山西。1月31号，彭红菊被逮捕。2月1号，彭红菊被押回重庆。至此，这起特大拐卖人口案的最后一个主犯落网。等彭红菊被抓回重庆之后，3个女儿和年近80的父母都不愿意见到他。法庭上，他哭着对法官说：“我知道有罪，我只求审判长从宽处理。看在我是一个残废人的份上。”求生的本能让他在法庭上痛哭流涕。可那些被他拐卖、虐待、遗弃、残害的孩子能回来吗？他们父母的哀痛、家庭的创伤、人生的毁灭能一笔勾销吗？最终，法庭判处彭红菊死刑。1995年6月29号清晨，东莞市凤岗镇的一个老农挑着担子经过菜地，突然老农看到菜地中的小路上横着有一个大的编织袋，编织袋塞得满满的，袋口已经撑开，散发出一股臭味。老农有些老花眼，但仍然看到袋口里面白花花的椭圆形肉体，他心里猜想，又是谁家扔死猪了。当老农跨过编织袋时，他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儿。老农年轻时候养过猪，也杀过猪，对猪很熟悉。这个椭圆形的肉体看起来还真像猪，但皮肤非常细腻，和猪粗糙的皮肤完全不同。老农的好奇心让他忍不住放下了担子，拉开袋口仔细查看。这一看见可把他吓坏了，这哪是猪肉啊，这肉上面还有人的胸毛！天哪，
这是人，吓得差点昏死过去。老农连忙打电话报警。几小时后，东莞市公安局刑警也接到消息，紧急赶到现场勘查。市局刑警们根据现场情况，在这个人体躯干不远处的菜地深处又找到了一个更大的编织袋。当刑警打开这个新找到的编织袋时，里面竟然是一具全裸的女尸。据刑警的初次判断，受害者都是有钱人。男尸虽没有头颅和四肢，可以看出身上肌肉不少，这并非体力劳动者的那种肌肉，而是通过健身运动练出的肌肉。看来死者生前生活不错，经常出入健身房和健身会所。至于女尸，一看就是有钱女人。女性死者大概30几岁，长相一般，体态丰满，皮肤非常细腻白皙，双手细嫩无一点老茧。根据尸检，女尸在生前并未受到侵害，歹徒将男性残忍杀害，但是女性只是全裸，并未受到任何侵害。警方推测男性是当地比较有名的人物，将其碎尸是以防警方认出，而女性应该是外地人，没有多少人熟知。正当刑警们排查毫无结果时，市局里资深的法医有了新的发现，女尸的脚部大脚趾有些变形。法医凭经验认为，这不是残疾或者死后尸变，而是因死者从青春期开始就穿高跟鞋所致。法医判断女尸接近40岁，她青春期时应该是60、70年代，而60、70年代中国大陆穿高跟鞋的女人几乎没有。从这个结论很明显，这具女尸既然不是中国大陆人，那就很有可能是香港人、台湾人、澳门人、新加坡人这些来深圳做生意的人。根据这个判断，专案组组长决定从东莞的外籍老板中开始调查。很快就查到失踪的陈家恩，警方迅速找到陈家恩的太太进行了解。陈家恩太太回忆，丈夫失踪前的2天晚上，陈家恩驾车离开工厂，说是外出吃饭，晚上9点会赶回来开会。不过当晚陈家恩并没有回来。陈家恩的太太说，她的丈夫好色成性，在东莞、深圳、广州包养多个情人。晚上陈家恩没有回来，工厂其他员工也没有太在意，认为他可能是在哪个情人家过夜了。没想到第二天凌晨1点多，在香港的陈家恩太太突然接到丈夫电话，电话中丈夫明显有些恐惧地说，自己急需80万人民币的资金周转，让太太立即带着钱送到深圳的香格里拉酒店，交给一个黑皮肤的女子。电话最后，陈家恩再三嘱咐妻子一定要按时交钱，千万不能拖延。陈家恩的太太听到后，急忙找自己的父亲商量对策。陈家恩的岳父立即找到女合伙人陈洁文商量怎么办。陈洁文也是香港人，10几岁就开始经商，他只有30多岁，社会经验却很丰富，沉得住气。陈洁文认为陈家恩肯定是被人绑架了，不过陈家恩是被大陆人绑架还是香港人绑架还不好说。香港黑社会是谋财不害命，只要给钱就会放人，但如果报警就很有可能会撕票。陈洁文认为不能报警，还是破财挡灾吧。陈洁文见陈家恩的太太着急的大哭，而陈家恩父亲又年纪大了，就主动申请自己带着80万赎金前去深圳。28号下午，陈家司机阿豪带着陈洁文抵达地点之后，陈洁文由一个黑皮肤女人接走，但自那之后陈洁文就失去了联系。陈家恩太太赶往东莞确认尸体，尽管没有了头颅，但是陈家恩通过细节确认了男性死者正是陈家恩。陈家恩是个做生意的老板，从香港到大陆认识无数三教九流的人，社会关系极为复杂。他的为人精明爱算计，得罪过不少生意上的朋友，有可能是其中一个人买凶杀他。除了生意以外，陈家恩非常好色，情人众多，长期包养的小姐都有好几个，也不能排除情杀。还有，陈家恩是当地比较有名的老板，谁都知道他有钱，也有可能被人谋财害命。如此复杂广泛的社会关系，摸排起来犹如大海捞针。这时陈家司机阿豪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那个黑色皮肤的女人正是陈家恩的情人之一，但是阿豪不记得情人的名字。于是警方锁定目标，从情人查起。遗憾的是，陈家恩的情人实在太多，不下几十人，有过一夜情的小姐更是不计其数。这些情人小姐基本都不是本地人，用的多是假名，还经常换城市。依靠专案组这点警力，短期内根本无法调查清楚。就在这时，尸检报告有了新的线索，2位死者皆是被重物砸中头部，导致脑干严重受损，才造成窒息死亡的。法医反复检查，惊奇地发现，歹徒并没有依靠任何工具，而是用拳头活生生打死的。这无疑是给警方提供重要的线索，这并非普通人所为，
必定是习武之人，情人关系且认识习武之人。陈家恩的朋友卢先生很快就提供了信息，有个叫做邵苗苗的女人曾经是陈家恩的情人。1994年7月，陈家恩曾经在深圳以每月6000元的价格包养邵苗苗，还为她租了一处豪华的公寓。但几个月后，陈家恩发现邵苗苗和一个有名的武林高手暗中来往，恼怒之下，陈家恩就不再包养她了。刑警大喜，立即去调查这个邵苗苗和武林高手。经过排查邵苗苗曾居住过的豪华公寓保安，提供了关于武林高手的重要线索。保安回忆，之前有个身穿警服的人要上楼找邵苗苗，保安不认识他，没让进，两人发生过争吵。身穿警服的人很蛮横说他是深圳警校的，这一下排查范围缩小了更多了。深圳警校还是武林高手，这还难找吗？几乎没有费力气，刑警就从警校的档案中找到了这个人。看到档案时，刑警们惊呆了，做梦也没想到是，这不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散打王乔立夫吗？乔立夫出生在山东，因为家里贫困，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全家迁到了大连。乔立夫一家因为是外地人，父亲腿脚又不方便，做小生意的母亲常常受人欺侮，脾气暴躁的乔母也因此常与人吵架。一次被人欺凌之后，他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妻子死后，乔立夫的父亲乔毅决定送儿子去学武功。辽宁省公安专科学校武术教练李增甫功夫十分了得，而且也是山东人。乔毅先是将大儿子送到他那里学习武术，没多久，大儿子怕苦跑回家结了婚。乔毅又将乔立夫送去山东老乡处。16、17岁的乔立夫天天早起跑步练功，学得十分刻苦。半年后，乔立夫走上擂台参赛，首战告捷，拿到了第1名。2年过去，乔立夫头一次参加全国武术比赛，便力挫群雄，捧回了70公斤级散打冠军的奖牌。几年后，李教练的儿子去参加全国集训，李教练请乔立夫代替他的儿子，在辽宁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担任武术教练。乔立夫的名气越来越大，又从东北传到中南。武汉体育学院为搜罗人才，振兴湖北体育，以解决户口、文凭和工作的优厚条件，请他去该学院，代表学院参加全国比赛。到武汉体院后，乔立夫不负众望，连拿几届全国散打冠军，1届世界冠军，前途这般光明，生活美满的男人，为什么会犯下如此骇人听闻的罪行？与乔立夫共犯的邵苗苗，母亲从小教育她，女人不要自己赚钱，要十分善于利用男人，用不同的手段要男人为自己付出一切，狠狠地拴住他们。就这样，邵苗苗虽然年纪不大，却是一个有心计、有手腕的女人。她长得体胖腰粗，脸宽皮黑，却能使一些她所需要的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为她出钱、出力，甚至为她杀人。在武汉连拿几届全国散打冠军后，乔立夫来到了深圳。在深圳，乔立夫除了受聘于深圳市警校担任武术教练外，还自己开班带徒授艺。深圳一家夜总会为维护自己的地盘，请乔立夫做靠山，他也就毫不客气，大大方方的月吃人家30%的空股。因为为了维护夜总会，乔立夫也为此差点被警校开除。乔立夫也正是在维护夜总会认识了身为小姐的邵苗苗。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度交往后，邵苗苗这个矮胖、谈吐粗鲁、满脸凶相的女人，把乔立夫勾的是魂飞魄散，心甘情愿地为邵苗苗付出一切。乔立夫是一个大男子主义很重的人，他绝对不允许所谓的自己的女人在外面受到一点委屈，只要有任何事情，他第一时间为邵苗苗出头，教训别人。在绑架陈家恩之前，二人已经有了案底。5月26号，乔立夫和同伙董宇、房庆宗突然将邵苗苗坐台歌舞厅的女领班丁某绑架了。他们先是将他家里的30多万元财物抢走，然后又由邵苗苗动手狠狠打了丁某一顿。乔立夫说女领班欺负自己女朋友邵苗苗，要想活命就再拿20万来。女领班没有办法，只好去银行取钱。跟他一起去的房庆宗是个练武的粗人，也是个缺心眼。在银行取钱期间，女领班乘机用粤语向银行职员求救，警方接警后赶来，将房庆宗堵在银行里面抓住。乔立夫和董宇、邵苗苗发现事情败露，落荒而逃。绑架陈家恩是由于陈家恩与邵苗苗发生争吵，随后抛弃了他。邵苗苗说自己受了委屈，乔立夫故技重施，将陈家恩绑架，并且勒索80万。在事后，乔立夫等人害怕事情暴露，
就将陈家恩打死并且碎尸，而见证了这一切的陈洁文自然也无法逃出被杀的后果。7月5号，在走访塘下石鼓管理区一出租屋时，屋主黄某认出了照片上的3个人，称他们于案发前租住在其一幢房屋的2楼。当时黄某向他们索要证件，都不肯给，而且房子只肯租10天。屋主黄某的儿子觉得不正常，悄悄记下他们的车牌号码。刑警在2楼出租的房内发现被水冲洗过的痕迹及墙上未被擦掉的血迹。最为可疑的是洗手间便池里的水已经发黑，很像是没冲干净的血水。刑警果断决定凿开洗手间下水道，果然从涌出的血水中又发现了许多带血的纸币以及骨头和碎肉。经检验，血型与死者陈家恩的血型相符。同时在2楼客厅内还发现了一些印着英文的纸盒，与抛尸现场遗留的裹尸鞋盒完全相同。据此可以初步认定，这间出租屋就是杀人分尸的现场。乔立夫、董宇、邵苗苗3人即为该案的犯罪嫌疑人。当天，民警兵分5路，飞往乔立夫、董宇、邵苗苗的原籍及其可能藏身的兰州、大连、沈阳、北京、武汉等市，西北重镇兰州，邵苗苗的家乡。此次成了缉捕凶手的主战场。追击小组到邵父所在的工厂，了解到邵家的情况及电话号码，邵家很快被监控起来。7月7号晚上，办案民警收到线报，邵苗苗已经潜回兰州，租了一间房子住下，并告诉其母亲要接小乔过来，还说出租屋的防盗门没有搞好。追捕小组分析，小乔很可能就是乔立夫。小组调动警力，对邵苗苗新租的住所进行布控。7月8号上午，民警收到消息，邵苗苗打电话告诉父母，舅舅约他出去买家具。大家一致决定不能再等，既然机会出现了，就马上动手。7月8号下午3点多，甘肃警方快速出动，在邵苗苗买家具回家路上将其与另一同伙徐兰抓获。经审查，徐兰的本名叫荣丰波，21岁，哈尔滨市人，是董宇的情妇。乔立夫等人在深圳绑架勒索女领班于某，在塘下杀人碎尸抛尸，2次犯罪荣丰波都参与了，却一直没有进入警方的视线之内。紧接下来的突击审讯，2人十分顽固，拒不交代，尤其是荣丰波对自己的真实姓名、地址、家庭情况等更是绝口不提。经警方反复分析，认为乔立夫极可能就住在邵苗苗新租的房子里，现在不能再拖，多拖1分钟都可能引起乔的疑心。追捕小组与兰州市公安局达成共识，决定立即采取强攻手段搜捕乔立夫。这个乔立夫不但亲手制造了深圳426绑架勒索案、东莞629杀人碎尸案，而且就在此前不久，还在兰州制造了610杀人劫车案，事后将司机尸体抛入黄河。他开着劫来的丰田大霸王面包车，一路南下广东，在东莞杀人抛尸后，又开着死者陈家恩的轿车北上甘肃。缉捕这样一个身躯高大、精悍凶猛，而且身边还可能有刀、枪等凶器的魔头，2位年轻的刑警顾不上考虑安危，只记住了出发前定下的方案，要以快制快，不能让乔立夫出手。果然，刑警们来到乔立夫的房间时，他正在房间里睡午觉，等邵苗苗回来。他的睡房在最里面，中间需经过另一间卧室、厨房、厕所和走廊，大门是铁门。兰州警方的一位刑警猛地飞起一脚，门未踢开，待他退后一步，屏住呼吸，再次出腿将门踢开，中间只不过是2秒钟功夫，乔已经出现在门口，提脚向刑警们踢来。2位民警早有预料，2人侧身让过，一起猛扑上去，将其拦腰紧紧抱住，按倒在地。乔立夫拼命反抗挣扎，却被紧紧死箍住不放。一名兰州刑警用枪猛击乔立夫头部，乔立夫反应极快，头一偏，枪柄砸在自己同事嘴上，顿时鲜血喷涌，门牙掉了3颗。紧跟着冲进门来的几位刑警见状，猛扑上去，将乔层层压住，令其动弹不得。乔的力气很大，7、8个人拼命按住他，足足捆绑了10多分钟，才将他结结实实的手脚一起绑住，如同扛一捆木柴似的抬上警车。11月24号，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塘下镇召开629特大绑架勒索杀人案宣判执行大会。乔立夫、邵苗苗、荣丰波、房宗庆、董宇被判处死刑，押赴刑场就地执行枪决。原本光明磊落的未来却被自己亲手埋葬。看似乔立夫因为自己的冲动与义气而做出如此丧尽天良的事情，
但实则城府深沉的邵苗苗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她精准地抓住了乔立夫等人的弱点，将人性的恶无限放大，最终酿成了这种悲剧。